嗨，大家好，我是吴伟，哈哈，一年一度的干员旗舰三阶哈，终于这个让大家等到了啦。好，不要说等哈，这2个月我简直就是被各路玩家追杀哈，因为大家都在问，什么时候你要开箱干16？这边再强调一次哈，在干员出大货之前，我们是不会拿到任何样品，除非它已经正式量产上市了，我们才有机会拿到方块来开箱哈。不要想说上市前我也没有办法拿到，没有办法，好不好？我不是干员的战队啦，好来，这个主角就是干16哈，来首批的预购是有送这个垫子的，好，就是个垫子嘛。所以之后你如果看到这个影片才下单，你可能是拿不到这个垫子。不过我觉得也还好啦，是一个正方形的正方形的比例，然后不知道这边挖了2个洞，有没有？而且它挖洞的方式还蛮粗糙的，就是直接钻孔下去而已，有没有？这个布这边都受伤了，就好吧，应该是要用来合他们家的计时器啦。如果你是一般计时器的话，这个洞就没有什么用了，还蛮丑的，就是。好，无论如何，它就是一个干16的垫子，这样。好，这个垫子，就这样。来，重点还是在方块了哈。我顺便也把那个15的盒子也拿出来做个比较，乍看其实真的还蛮像的，风格都一样，只是差在它的这个云彩有没有？它的云彩长什么形状哈？好，来就是这个样子啦，很迷幻氛围的设计，这样 OK。来看一下，它这次的型号多了一个名字哦，叫做干16 Maglev Max。这个 Max 它是硬在里面加一个 Max， 最大吗？还是真的是大公园联名款？总之名字总是可以自己想要怎么取就怎么取嘛。来，给了一张卡片哈，是纸质的哦。号码4750，这个价格也是来到了干员旗舰3阶的史上最高的纪录哦，快要比他们之前像干15的那个限量版，快要比那个贵了，你知道吗？配件盒一样是那个防水布，是防水布吗？就是它的那个，之前就看过这个袋子啊，没有不同。来调整说明书哈，现在干员是没有附解法的哦。你要的话，你可以上网看，他们这个 QR code 扫了，一定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好不好？就是他没有附3阶解法，他只有附调整说明书。好，干16听说结构上做了一个大改变是吧？真的是很不一样了，不再是以前那个按下去很大的开盖器，有没有？这就是开盖器啊，一样啊，他只是把他的开盖器做的再更大一点哦。哇，先生女士啊，他怎么会是这样啊？还以为是个药罐子嘞，结果这个是开盖器，里面再放一个这个调整器啊，调轴距、调弹力的，没了以一个史上最贵的旗舰3阶来讲，它的配件会不会太客气了一点啊？真的很客气耶，连这张卡都是纸质的。我为什么要强调纸质的？因为我觉得塑胶还是比较有质感一点。这种东西已经没有在讲什么环保不环保的东西了，好不好？真的就这样所以如果你还在观望的，你可以看看啦，好不好？好，来盒子。太空舱哈，哇，好，这个理念，跟我们拿不起来，好，一样哈，把磁力棒放在下面，它这个磁力棒多了盖子的感觉，还蛮强的哦。好来，你各位看看了哈，磁力棒是这样子，粉彩色系啊，还蛮舒服的颜色。好，方块来重量看一下，
当然，我们同时请出干15来做对照了哈。来，16的重量是65.7克，这是 UV 的。好，我们来看干15的是59，哎呦，稍微重了一点。来 ，New Black 黑盒版60，所以它比15再重了5公克左右。哈，尺寸要量吗？反正356就是56嘛。来。好，56.1多了1咪咪哦，估计是 UV 的厚度稍微厚了点。好，56.1，好，我转起来，其实初步转，我觉得我可以感受到它内部的零件有松松的感觉。我是说内部的，这样子其实就感觉到，这个会吗？这不会，这不会。15怎么转？它就是方块在转动而已。16在转，我感受得到内部有细小的零件，也许是什么磁铁肠在里面松动，特别明显，真的很明显。好，如果你可以忽略掉那个声音的话，方块本身的滑顺度是 OK 啦。好，我们来看一下外观哈，至少看起来是一样啊。来，15哈跟14都是它的中心块都是一直线下去的，但是呢，这个16就是直接做超大的一个中心块旋翼哈，旋翼很好听呢。但是这个是什么？这个声音我觉得我需要花一点时间去习惯它。但是很好认，转动的时候，你就可以感觉到有东西在方块的块体里面，不论是旋转还是碰撞还是松动。或许录影机录不到这个声音哈，但是你实际转你可以感受得到了。看哦，来15的声音是这样，16，再一次哦，15、16。是吧？声音不一样，所以它零件变多了嘛，因为它也变重了啊。有一点松哦。松归松，但是操控性的还蛮好的。我觉得它有点松是，等一下哦，来有没有？它有走齿啦。走齿是我觉得范围很大，但是磁力很弱。感受是这样。它的走齿作用范围是大的，可是它的磁力没有特别强，就是中弱。好，然后定点上的磁吸力也没有特别强。来，哎呦，看起来都没有得调跟15一样，15也是不能调。对，15也是不能调，所以他们已经放弃了这个边角调齿的那个可能性了嘛。不再给那个调齿的，可能就是只调走齿的强弱而已了。好，开一下。好，我至少刚开始开封，我觉得没有自动归位了，没有，不会很明显的给你归位了。来15，不过这颗锁得太紧了一点，我调的吗？对，有可能是我调的。好，可能也是跟旋力有关啦。就是虽然这个本来就是干员的强项，它的逆用错就是非常顺嘛，零阻力嘛，有没有？这个你不用担心它的性能好不好？你只要管那个手感，你喜不喜欢？这个结构你看得满不满意？这个开器越做越夸张了。对啊，好，来，我们来试试看。哎呦，哇，好复杂啊，好清楚的字啊！有没有？来，我们来开盖器比一比。这个是细长型的哈，然后它把它藏在这里，夹在这里。来看一下两代哈
15它的数字是刻印上去的，所以有时候要靠一点光影的角度才可以看得清楚那个字哦，像这样子。但是16呢更贴心了哈，它的刻度直接就可以写在上面看得到哦，不用在那边调角度去照光才看得到数字啊。就是这个更费工啦，因为这个只是模具出来就有那个字嘛，这个必须还要再去2次加工去印刷那个字，而且印刷的很漂亮哦。它连下面齿轮的这个刻度上面就是弹力的部分，它都有印字，有没有？好，如果在这个工艺的用心度，16赢了而且16这样子很好看，我觉得好看很多啦。15、14他们都是用刻字的嘛，那个真的很不好认，有点老花了，所以真的是看起来特别累了来，15跟16的盖子比一比，有没有？15的盖子伸那么长，就是为了不要让它随便乱开嘛，有没有？你看这样就看得出来。16感觉它没有那么长，它的卡扣从一个点变成了一整个正方形很大的扣点，好不好？这个也是他们的特点啊，从14 Pro 之后就有的东西不要让它太容易喷盖。好，我觉得出厂有没有？你看出厂轴距其实很小，就这样子。以你对干员早期的习惯来讲、印象来讲，他们的轴距都很开嘛。这个16出厂轴距设的这么小，看到没有？不过这个也一样可以透过这个地方去调整。来，在哪里？蛮像的，这可能是同一个模具吧？对啊。凸点这个上面下去，这个凸点上去就是转这个弹力的啦，这样子。那上面这个嘞，是从另一面这边3个凸点，2个凸点防呆了，这样子而且还可以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到数字可以看得到你现在轴距在什么位置出厂轴距我看起来是定在2，总共有1、2、3、4、5、6，但它定在2，不是3是2我刚刚有跑掉吗？应该是3比较有可能吧。好，转到6，轴距最开看一下。有明显多了开很多了。来，然后走过来1嘞，哎呦，怎么会差那么多？很明显好，它的轴距感改起来很有感，然后还蛮妙的，它竟然是改用螺丝了。这螺丝能开吗？这螺丝能转得开吗？可以耶，螺丝转得开，它改用这个好像是风扇的那个结构，我没有讲错，我应该没记错。风扇的那个结构就是长长的轴心上面有一个孔，然后用很小的螺丝，就是眼镜那种大小等级的螺丝去固定这个。那是风扇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那个头很容易崩牙。哇！等一下拿不开耶，怎么会这样？我已经把螺丝拔下来了耶。双重的呢，双重固定呢。它螺丝虽然是固定的，可是它这边还是有一个十字的一个挡点，有没有？所以你一样要这样子压下去转90度，让它从这个挡点出来。好意外哦！本来看到这个螺丝，以为怎么把风扇结构拿来用了？结果竟然是只是把这个东西拿来当做2次那个固定的一个这个什么防火墙吗？哇，这个厉害，这个厉害！好，我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一定是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如果你常在玩或是怎样，你应该会知道，从这个地方断掉一点点的话，这个轴就不能用，必须整只换掉。它现在改成，如果这个挡点某一边断掉，它还有一个螺丝可以维持它的固定，不会让它整个喷掉。果然是不断在进化这看起来应该是有磁刺吗？好像没有，它磁铁在这里，这边看得到，眼睛看得到。它把磁铁放在这个地方，你看，来15应该15没有啦，你看
16、15，你看哦，16的下面做的比较厚，为什么？因为它在这个地方加了磁铁，它在这个地方加了磁铁，所以它就是跟中心块底下有另一组4个磁铁相吸哈，增加它的稳定度。但是我还是要说，整体转起来其实磁力不是太强，就是。然后它有这个，我觉得应该也不是磁吸磁刺吧？有竟然有有没有看得到啊？这样很明显的哈，这个地方是有磁铁，可是它用一个很厚的盖子盖住，我根本看不到。所以一个边块上面有1、2、3、4、5颗磁铁，来直接对照就知道了。好来。16的磁铁，它全部用塑胶壳还是盖子把它全部罩住哦。它可能真的就是怕掉磁，它把它罩得很彻底，完全从外面看不到有磁铁的，可是其实是有的，有没有？好，然后轴心它就是只有轴齿啊，没有那个轴心的齿刺哈，所以边块这个就是边刺而已。好，这是磁悬浮的，也没意外啦，不意外。来。我们来这样子，因为必须要把第一层拔掉，它才有足够空间可以往下压哈，才可以把它拿出来。好，可以看到16的轴心比较粗哈，因为它就是留了一个可以锁螺丝的空间哈。15呢就比较单薄，比较细哈。16这边等于有双重保险，它有螺丝在做第2层的固定加固这样子。那轴齿的大小距离看起来跟15差一点点啦，稍微再开。看起来稍微再开一点，但其他的都差不多哈。然后你这边可以看结构差异，直立式的中心，然后这个是有旋翼哈，有侧翼的中心，是这样，很有趣的比较啦。目前方块的速解3阶就是以这2种为最大宗的主流，这样子有没有？你看从配件就可以观察到一个点，它虽然用螺丝固定，可是它并没有付给你螺丝起子，代表什么？代表它原厂预测就是不希望你去拆这个螺丝，这样了解吗？好，我把它组回去了，两颗都组回去了哈。OK， 来讲讲感想好了啦。因为其实怎么讲，15各位都记得吗？15就是他把14以前的那一堆那么多黑科技都拿掉，有一点返璞归真的感觉哈，恢复到比较单纯的结构这样子。那还卖那么贵，我觉得它有点是这样子被嫌弃，所以才会有人说，15你买12就好啦，12就差不多是那样子的东西啊。可以说对，也可以说不对，毕竟人家在这些结构的很细部的结合啊什么的微调，不是我们用肉眼就可以看得到的哈，你还是经过大量的这个测试，才会有这样子的成果出来嘛。好来，那16有点像让我感觉像什么？他又不甘寂寞，所以又开始把一些他们很引以为傲的一些所谓的黑科技偷偷的把它放进来。可是他还是维持在15的这种感觉啦，就是他尽量让它是简单的，然后让它用最小幅度的改变去达到他想要的目的，这样子。我觉得像中心那个地方的那个固定的方式的改变，我觉得那个很棒，那个是我觉得可以很大加分的地方，因为15的那个轴心那个点实在是太脆弱了。那16这样子呢，是很大幅度的去加固了那个强化那个结构的那个强度，这样子，这一点很棒哈。他们真的有心要去改良改进这些地方哈。然后再来是它在不动声色的情况下，把边块底部跟中心块底部加了一组磁铁，让它可以磁吸起来，就是更加的稳定。但是稳定归稳定，像我一开始感觉它真的磁力真的不强啊，磁力真的不强，跟15比起来真的不强。15会让你感觉磁力比较强，是因为它的轴齿那么大一颗嘛。但是16呢，它把轴齿的强度稍微再减弱一点，但是它有磁刺，然后它又第2组磁铁这样子，所以整体感受起来磁力跟15不会差太多。但是它应该这样子的设计，就是为了让它在快速转动下可以有得到更好那一点点的稳定啊。这个就很像你从95分进到98分，就是非常困难、非常细微的嘛。那他们很努力的要去做这个东西啊，好不好？那至于其他的一些外部的一些特性像什么容错什么的，
其实这个在15之前都已经做得很好了，它只是把它延续下来而已。那以纯粹的转动感受来讲，我觉得15还是比较简单、比较单纯，它很 pure， 它很纯净，它可以带给你非常单纯的转动的手感。那16呢，我感觉就是多了一点东西，它也重了一点嘛，重了5公克嘛，是只能说15真的是很轻啊，16你也不会觉得太重，就是好不好？好啦，这个干事每年都会一个。这个每年都会有一次的这个方块界的盛事哦，就好像那个 iPhone 发表会一样哦，大家还是追着这颗方块在跑。那如果你已经有了干15，你要不要再买干16？我觉得这2颗手感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是每一颗都要追的玩家，那你16可以买，因为真的是跟15是不一样的人，是不一样的，好不好？那如果你还没买，你这2颗在选择比较的话，我自己会觉得这样拆下来比较之后，我觉得16可能比较值得买，因为它在不管在结构强度啊，或者是在黑科技的比例都比15再多了。15是让你追求单纯的快乐，16呢就是让你再回复到干员以前的那一套这个满黑科技哈，就是走在方块科技最前端的那种感觉，这样子。16确实是有那样子的味道啦。但是我个人是希望配件再多一点，真的有点少。好了，这个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哈。关于16的调整的方式，我们之后再找个时间整理一下哈，可能拍个短片给各位示范一下哈，好不好 ？OK， 那就这样子啦。虽然只是个3阶开箱，但是也拍了很久，大家久等了啦哈。OK， 好，我是吴伟，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喽，拜拜。